假如字幕规则被重置，诚意这种作品咖是输还是赢？先问一个问题，假如有那么一天，整个影视圈玩了10几年的那套番位规则，一番二番，谁的名字排在前，谁的头衔更唬人，突然被一纸行业规范从根上掀了桌，你觉得谁会慌，谁会稳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假设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因为它逼着你重新想一个事，一个演员的价值到底是写在字幕第几个位置上，还是写在观众心里。最近网上流传一份东西，说是3家协会要联合搞一个字幕署名规范。我先把丑话说前头哈，这个信源不够硬，我没拿到第一手文件，所以今天咱们不当它是已经落地的政策，就当一个情景假设来聊。这个我得查一下，后续真有官方口径我再补。但你别说，正因为它现在还是个假设，咱们反而能聊得更放开，不用纠结某条某款怎么写，咱们直接奔着它背后那个逻辑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份设想到底想动什么？说白了就3件事。第一，字幕署名按姓氏笔画排序。第二，统一标注真名加艺名，就是那种傅诗琪诚意的格式。第三，把那些模糊的半遮半掩的头衔清掉，什么特别出演、友情主演、主演级特别主演，你懂的，过去那种用来给番位打补丁的花活一律不认。你要知道，私番这个东西在国内闹聊得有10来年了，早期还只是粉丝在微博底下吵谁一番，后来就越来越离谱，合同里要写，物料里要争，连海报上名字大小出现先后都能掀起一场战争。说白了，番位早就不是谁戏份多的问题，它变成了一种，怎么形容，一种身份政治。一个演员接不接一部戏，有时候不是看剧本好不好，角色合不合适，而是看我能排第几。这个逻辑你细想想，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？戏是用来演的，不是用来排名的。所以如果这套排序规则真落地，相当于把这张桌子直接掀了。它最狠的地方不在于排序本身，而在于它把所有人的注意力从你名字在第几个这件事上，硬生生拽回到你到底演得怎么样上面。这里我想单独把真名加艺名这条拎出来说一下，因为它特别容易被忽略，但我觉得它的杀伤力一点不比笔画排序小。你想啊，过去字幕上就一个艺名飘在那儿，像个符号，像个流量标签。可一旦旁边给你加上真名，傅诗琪诚意，这个人一下就落地了。他不再只是一个被资本和数据包装出来的艺人 ID， 他是一个有本名、有来处、实实在在在干活的从业者。这个细节看着小，其实是在悄悄地给整个行业去泡沫。他在提醒所有人，屏幕上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演一个真实的角色，不是一串热搜数据。好，那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。这里插一句，要往下聊，绕不开一个特别具体的点，笔画。按姓氏笔画排，那傅这个姓，诚意本名傅诗琪是12画，在常见顶流姓氏里头，算笔画偏多的。胡歌的胡9画，林更新的林8画，肖战的肖7画，王一博的王4画。所以单看排序，笔画多的名字确实容易排后头。好，到这儿我得停一下，因为我知道有种声音马上要冒出来了。下面我先把反方的角度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有人会说，那这不就吃亏了吗？排在后面，观众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你，存在感不就弱了？网上确实有这种讨论。但是你想想看，这套逻辑它有个根本的漏洞。笔画排序是个什么东西？它是物理，它是规则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。你姓傅就是12画，跟你今年票房多少、演技几个 level、咖位高不高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换句话说，当排序变成纯物理规则的那一刻，名字的位置就彻底丧失了含金量。你品，以前名字排第一是一种荣耀，一种权利。可一旦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按笔画来的，排第一的人也没法拿这个说事儿了，排后面的人也根本不丢人。整个靠位置证明价值的游戏，从底层逻辑上就被废掉了。
而且我再补一句，这种物理规则其实特别公平，公平到有点冷酷的那种公平。它不看脸，不看流量，不看谁的粉丝声音大，就看笔画。在一个习惯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环境里，突然来了个谁都改不了，谁都求不动的硬规则，反而是一种解脱。你不用再去争了，争不动了，那精力往哪放？只能往戏上放。我当年关注这个圈子，等等，我说一下时间，2014年我开始认真追国产剧，不对，应该是2015年，我查一下，对，2015年那会儿私番才刚刚开始变味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多少剧组，多少演员，多少粉丝，把精力耗在这种排序战争上。如果这套规范真能把这块给清了，老粉应该懂我什么意思，这对真正靠作品吃饭的人是好事。重点来了，咱们把镜头拉到程毅身上，看看他的具体处境。他手里现在压着3部待播，两京15日受谎英雄志。我跟你讲，这3部的播出时间，按目前的节奏，大概率都会落在这套新规设想生效之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规则成真，这3部剧的字幕署名都会变成傅诗琪、程毅这种形式，按笔画来排。哦，对了，说这3部之前，我得先补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事儿的分量。你要知道，程毅这个人的路子，从一开始就不是靠番位往上爬的那一挂。他是靠一个一个角色被观众一点一点记住的。行，现在拉回到正题，从沉香如屑的应渊到莲花楼的李相夷，你发现没有，大家记住的是那个人物，那双眼睛，那个状态，而不是他在这部剧里排第几。而接下来这3部待播，你单看选角思路就很能说明问题。两京15日是历史权谋，英雄志是群像武侠，受谎那个林燕婷，一个白天冷静读心，晚上隐忍追凶的心理学家，还带着哮喘的设定，这是一部现代悬疑。古装、武侠、现代3个完全不同的赛道，他一口气铺开。这种排兵布阵，你能看出来，他想的不是哪个题材现在最火，最容易出爆款数据，而是哪个角色能让我再往里钻一层。说白了，他在拓宽自己作为演员的边界，而不是在守一个流量的安全区。这种选择恰恰是新规最想鼓励的那种，你拿角色说话，不拿名字说话。这就是关键。一个演员如果他的资产是角色，那规则怎么换轨他都稳。署名形式变了，对他没影响，因为他从来没靠署名活着。这在棋上叫长远布局，你看着是排后面了，其实你下的是另一盘棋。从投资角度说，这种人就是长期价值股，不靠短期题材炒作，靠的是基本面。基本面这东西，行情好的时候看不出区别，等大环境一变，潮水一退，你才知道谁是真的有底子。话说回来，咱们把视野再拉宽一点，这事儿要是放到别的市场，会怎么样？你看韩国那边，影视和音乐工业其实早就把署名权、出演序这套东西流程化、合同化了，争议没有咱们这么频繁的摆到台面上炒。好莱坞更是有专门的工会和一整套署名仲裁机制，谁该挂名，怎么挂，有规矩管着，不是靠粉丝在网上喊出来的。所以你回头看国内这10几年的私番，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行业还没完全成熟，规则还没健全的阶段性产物。从这个角度讲，这套排序规范如果真来了，它其实是行业在补课，补一节迟到了很多年的关于成熟的课。那私番这个东西真的会就此死掉吗？我个人的判断是不会，这只是个人推测哈，信源不够硬，但我倾向于这么看，私番不会消失，它会换一个壳子继续活。你想想看，人性里那种我要比你靠前的冲动，不会因为一条排序规则就没了。名字这个轴被堵死了，那争夺就会迁移到别的轴上去，比方说台词量，谁的台词多，比方说出镜时长，谁的镜头长，比方说物料里谁的番位，采访里谁先发言，海报 C 位归谁，预告片里谁的镜头放在最后一个。规则能管字幕，管不了人心。
所以你看，这套规范真正的意义可能不是终结私藩，而是逼着大家把战场换一次。而每换一次战场，那些真正有东西的人，有作品，有角色，有观众缘的人，就又多了一层 protection。因为不管你把游戏规则改成什么样，不管战场迁移到台词、出镜还是物料，演得好这一条永远 hold 得住。这就好比下棋，规则可以改，棋盘可以换，但真正会下的人，换个棋盘照样赢。宣判一下我的结论哈，如果这套规则真来了，对程毅这种类型的演员，他不是利空，他是顺风局。名字排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等灯一亮，戏一开，大家眼睛盯的还是那个人物。说到底，规则是用来约束那些想走捷径的人的，对那些本来就在走正路的人，他非但不是障碍，反而是在替他们清场。行，今天先聊到这儿。但这事儿其实还有另一面我没说，就是如果排序规则真落地，平台和资本那边会怎么应对？他们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再开一个口子，把番位这个东西用更隐蔽的方式塞回来？这个水其实挺深的，我留到下期单独拆。最后说一句，程毅这条路走得不算快，但你回头看，每一步都踩得挺实。一部戏一个角色，慢慢垒，不抢不闹。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稳本来就不需要靠名字排第几来证明。咱们下期见。